中国最能打的退役特种兵，擂台惊现百年难见的倒立十字步，惊呆现场裁判，掰断了对手的手臂。这个狠人就是辽宁锦州的特种兵樊荣，高大的身躯擂台上非常威猛，被观众称为金刚战警。他在伍期间非常吃苦耐劳，是优秀的特种兵。退役之后成功转战综合格斗，成为了大家口中的金刚战警，也是国内很优秀的重量级选手。此战他的对手是塔吉克斯坦的哈萨诺夫，这位选手有点像原始人，他在擂台上是一个狼人，比狠人多一点。他也是进攻性的选手，就像恶虎一样让人畏惧。樊荣毫不畏惧，霸气应战。在比赛正式开始前，望兄弟们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，小编祝兄弟们发大财。比赛开始，泽的重量级排位赛，樊荣对阵索罗哈萨诺夫。对，樊荣是一个传统系的选手，肯定是要找机会进地面。但是索罗哈，这个选手目前只有12战，而且是一个平均6胜6负这样一个战绩。后手前摆，上来之后主动的要压制对方。樊荣在场上的擂台解读能力很好，对，他对自己处在一个什么状态，应该怎么做，心里面很清楚。樊荣身高臂展占据优势，两人在站立上距离相隔很远。开局半分钟的时间都没有怎么进攻，裁判上前让两人打主动一点，因为双方都是实力很强的选手，都不太敢轻易进攻，想先摸清楚对手的底细。樊荣对距离把控非常到位，往后拉扯的同时不断刺拳进行试探。樊荣毕竟也是特种兵出身，他的身体素质一定很优越，同时还能保持清晰的头脑。而且看索罗哈现在也没有后手哦，漂亮啊，有不怕，抓住，我们看要怎么做。樊荣拉到绳圈边上带倒，拉倒了，直接倒，双手支着地面要做了可能顶膝拉过来摁倒起乘连续砸击。樊荣抓住机会就是连续的地面砸击，对手赶紧进行防守，看得出来樊荣砸拳的力量很沉重，随即找机会布置裸脚，但是把位做的并不是很死，没能将他死死控制住。不过樊荣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冷静，时不时砸击一下对手的头部，并且转变身位拿到背部，还是砸拳攻势，但这个把位并不能给对手造成致命性的伤害。击打对方的腹部，对手还是在还击。现在对方是这个位置并不是非常的正，所以樊荣的手有点不够。樊荣已经把胯调整过来了，我觉得可以找机会了，有机会。对手这么大块头也不是容易拿捏的，并且还是 MMA 悍将，也不会轻易就被樊荣终结了。而樊荣则是人狠话不多，尽管没有形成很好的裸脚把位，也还是尝试直接断头，想直接这回事就将对手终结掉。对手这时候显得非常被动，被樊荣砸拳也消耗很多状态，还挣脱不了樊荣的控制。特种兵樊荣绝不会给他一点喘息的机会，力臂差一截。樊荣现在就是要生吃对手了，不断的给对手砸击，一侧去倒。如果对方把体重放在你身上是不容易的啊！起乘被对方翻了，被翻了，踢开，哇！地面砸拳。我刚才那个地面砸拳，我感首回合时间到了，两人地面纠缠很激烈，樊荣优势很明显，没有给他一点挣脱的空间。觉得他是不是有点不舍得刚才那个位置？对。我们再来看看两人的第二回合，樊荣上来还是想抱摔，因为上回合在地面上很有优势，但是被对手抓住机会，连续的顶膝很沉重。樊荣紧急做好防守之后，还是不放弃地面缠斗，就是要将对手拖入地面，但这回合对方早有准备，并不会被轻易带入地面。就是巨兽之战的感觉。上钩，樊荣中了，樊荣的后手抡得太大了，这个樊荣棒，
被对方听到了。樊荣要怎么做？要做对方的左手了。对方是有一只手空间，对，是搭在这个绳圈上的，没空间了。还是要做，樊荣可能还是要做。此时的樊荣处在下位，而两人台靠近围绳边了，这个位置可能会影响两人的发挥。裁判上前让两人回到擂台中央，回到刚才的那个把位，看一下方樊荣的地面防守怎么样。两条腿死死控制着对手的腰部，不让他有发力点。不过看起来对手的地面技术并没有很强悍，远远不如他的站立打击。逃出来了，刚才那个位置还是很紧的。对可能现场呢，可能有一部分观众可能不太熟悉理解规则啊。刚才呢，这个其实是裁判在看到这个位置之后呢，要求两位选手重新要回到场地中间，给他们更多的空间。对，然后复制刚才的体位啊。对。樊荣这个时候如果想像他想象的一样去布置三角锁，我们看他在推对方的手脚布置三角锁，一定要把自己的胯再往外挪一挪。是，现在的这个位置等于两人在地面上打得非常焦灼，地面纠缠是很看重绝对力量的。在两人厮杀的过程中，不难发现樊荣的绝对力量确实比对手优秀，防守很到位，一点都不给他砸拳自己的机会。面对樊荣这样封闭式的防守，对手也暂时没有挣脱的办法。对方的腿了，对，他的战术布置是要做蝴蝶防守，锁对方的脚，对，直接把对方踢起来，然后转过去，应该是这样。翻过来，胫骨脚吗？没有，三角脚又做了一次，对方还是逃出来了。西十字弓，对方重心做的太稳了，没有了，是没有，这个应该没有了。还是没有。这回合时间到了，两人还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地面上纠缠，这非常消耗体能。看一下回合两人又会有怎样的战术。这回合的慢镜的回放。第三回合比赛开始了，樊荣组合拳逼近对手，但这回合对手明显不想再被动了，直接抱摔将樊荣摔在地上，这臂力真是强悍，最后一回合还能保存这么大的力量，还真是不容小觑。而樊荣的情况就比较危险了，还好也就是樊荣这身板。樊荣现在想做手臂吗？小心。还回了半防，但一直以来樊荣即使拿到了开放式防守或者蝴蝶防守，对方的这个对于缠斗技的防守还是很严密，还是很樊荣见缝插针的干扰对手，确实很难缠，只要有一线机会就会不断扩大对手的劣势，这时候特种兵的特质就发挥出来了，即便身处劣势也绝不会轻易放弃，就是跟对手死磕到底。对手现在就是想故技重施，重新压制樊荣整整一回合。不过他这是小瞧了樊荣的防守还有意志力，一直不断的尝试反压制他，并没有太大的动作，选择保存体能，等待时机。这一下这个势大力沉啊，太可怕了！这个要多砸几下就晕了。这个三角脚，太滑了，太滑了。这是身体上的汗还是比较多，天气比较热。那刚才那下想起了谁嘛？想起了《隋唐演义》里程咬金的三板斧头一招劈脑袋。对，这上来就抡圆了，就这一下。好在樊荣的防守很到位，即便一直被对手所压制，但并没有吃到太多重击。这回合时间进行到中段，两人的体能也是消耗很多，而长时间在地面上没有什么进展的对手也明显开始着急了，他站起身想直接抡拳，这个架势看着很足，一拳下去的功力很强悍，更何况这还是大级别的对战，真是为樊荣捏一把冷汗。又要蓄力了，樊荣小心。还好，那是一个佯装蓄力。对。这个很容易对拳头造成比较大的伤害，那个力量太大了，对，力量太足。哎呦，小心，应该是没有。眼看着时间1分1秒的流逝，樊荣整个场上的局势还是比较危险的。虽然对手并没有太大的杂技动作，
但樊荣也是长时间被对手压制。蝴蝶扫没成功，十字过，十字过，十字过，有机会，直了，拉直了，拍了，哦，漂亮，又是一次逆转。经不艰难的地面缠斗，樊荣真是好样的，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，成功逆战的局势将对手终结了，真是振奋人心。大家觉得樊荣打得酷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点关注不迷路，下期视频更精彩哦。哇！